但係哇，好似廢話突發啊！咁啊，即係其實呢個禮拜咧都好多爆炸性嘅新聞，即係特朗普兩段嘅消息。第一段咧就係佢會喺本身係打算咧聯合國裏邊咧喺羅斯威爾事件7月8號79週年嘅時候咧就發表一篇演說嘅，係講我哋回收咗外星人機體，亦都有外星人或者係非人類智慧生命體嘅屍體喺聯合國嗰度講啊，學翻列根咁樣樣。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咧，聯合國廢㗎嘛，乜都唔做係咪先？疫情期間調翻轉嗰啲嘢，所以日極有可能咧就唔需要等到即係羅斯威爾事件79週年嗰一日講啦嚇，極有可能咧即係半年裏邊就講啦，甚至呢個月講。所以依家點解會越嚟越多呢啲 UFO 出現咧？就係往往就係同核子係有絕對嘅關係嘅。好啦，依家先講咁耐，就係講第一單啫喎。第二單咧同樣精彩啊！就喺24小時之內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咧，授權俾邊個啊？授權咧俾一個委員會去進入呢啲嘅美軍基地咧，去接觸呢啲嘅非人類嘅飛行物體同埋咧非人類嘅屍體啊！咁點解佢唔會一次過俾所有國會議員呢？咁我哋搞清楚先。咁佢俾其中一位啫，佢叫資訊科技方面有重要影響力嘅人士，佢應該係屬於一個委員會。我睇翻個英文名係咩先？即係其中一個啫。一個國會議員 Eric Burlison， 佢係屬於呢個國會裏邊呢 UAP 委員會嘅其中一個要員啊。我睇翻佢中文譯做咩啦？就係負責調查不明異常現象委員會其中一員。咁我相信咧，呢個係當中你要入到係美軍基地咧，有唔同核設施嘅時候咧，你個保安同埋資訊管理咧，即係要好小心咁處理啦。咁所以點解要將嗰個嘅人數咧減到最少啊？亦都係即係你冇理由叫一個唔信嘅入去㗎，希望我認知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咧，咁啊先俾佢入去睇。咁你當佢睇過嘅時候，你逐個睇過嘅時候咧，咁啊可信性係越嚟越大之外咧，又係預備你連國會，你預備咗國會先，你國會都未預備好嘅時候，你點樣向公眾公開咧？我相信佢同一時間係同步咯，一方面一齊嘅，可能透過唔同嘅紀錄片啊、見證人咧，叫大家好好預備啦。另一方面咧，美國總統咧將會喺公開演說嘅裏邊咧去證實之前咧，亦都叫唔同嘅國會議員啊，因為第一個首次入去美軍基地喎，仲唔係入去一個美軍基地喎，4個喎。咁我哋繼續睇咧佢個中文報導先。我唔知道點解啲字一譯嘅時候咧，個 background colour 怪怪地啊。咁啦，呢個係共和黨黨員嚟㗎嚇。咁佢向咧總統同埋白宮官員咧提出一個請求。咁依家總統咧就允許。咁呢個請求係包括咩啊？涵蓋咗啦對軍事基地嘅訪問啦。嗰啲基地咧係包括藏有咧不明飛行物啦，佢哋回收咗嘅物品咧，因為嗰啲不明飛行物可能係散晒㗎嘛，同埋個生物遺骸啦，仲有相關嘅檔案記錄㗎。哇！真係精彩啦！即係現實咧，有時真係離奇過小説啦。白宮已經指示國防部落實此事啦。你唔可以再有咩暗政府啦。依家你要聽從總統嘅指令。咁我之前都講過咧，總統係不斷被矮化嘅，因為總統任期最多都係2屆，即係8年。但係嗰啲山寨王咧可以做一世嘅。咁我之前都講過咧，外判咗嘅私人公司咧，佢有咗嗰種外星科技，又再將佢專利嘅時候咧，因為變咗山寨王啦，佢獨佔咗嗰個技術啦，甚至即係應該係 beyond 咗國會嗰個嘅監察，所以而家唔得啦，即係撥亂反正，一切咧都係屬於國會嘅監察之下，唔可以再有山寨王或者影子政府嘅出現。咁我哋參與嘅程度實際告訴我哋咧，呢個中文譯法唔係好明，要睇翻佢個英文個語 Department of Defense。我睇緊個 day 字係指咩？咁我而家睇翻咧，應該係似白宮官員。咁喺好大程度上啦，白宮官員實質落手落腳嘅參與嘅時候咧，其實就話俾國防部聽咧，我哋係完全支持特朗普嗰個嘅要求嘅，成個白宮團隊都支持。希望你國防部軍方咧係促成呢件事嘅發生嘅，你軍方冇得拒絕嘅，因為之前有資訊公開法啦，已經係立咗法嘅時候啦，因為其實本身 Area 51咧佢哋都唔承認嘅，係即係個資訊自由法案生效嘅時候咧先焗住要承認 Area 51。咁好啦，依家咧逐樣嘢爆啦，你所有嘢你都要受國家民選議員嘅監察。所以咧，你 send 一個議員入去睇咧，係絕對合情合理嘅。我相信嗰個都應該有軍事背景，佢先睇先明咯。即係除咗認知之外，都有軍事相關知識咧，佢先可以入去睇嘅。
咁好，繼續解釋就係、呢位咧密蘇里州嘅議員咧已經成為咧提高所謂外星活動透明度嘅積極倡導者，即係唔單止講啦，佢而家入埋去睇啦，睇完又再倡導咯，真憑實據啦。長期以嚟咧，啲軍方設施咧涉及非人類太空船嘅指控有關嘅，咁佢譯得唔係咁好啦。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唔同嘅空軍基地咧都有呢啲嘅回收飛行器啦，就係屍體啦。咁 Area 51係其中一個㗎，已經係有唔同嘅底層嘅 bunkers 地下基地咧係有同唔同嘅外星人合作㗎。咁啊，之前嘅國會聽證會咧，有一啲嘅軍方醫生咧，佢只可以極其量盡佢能力咁爆。因為簽咗保密協議，但係國會叫佢作證啊嘛，咁佢話呢個位我唔講得，但我會講話有，佢係有解剖嗰啲非人類生命體啊。I believe we have crashed craft, stated earlier. Do we have the bodies of the pilots who piloted this craft? As I've stated publicly already in my News Nation interview, biologics came with some of these recoveries. Yeah. Were they, I guess, human or non-human biologics? Non-human, and that was the assessment of people with direct knowledge on the program I talked to that are currently still on the program. And was this documentary evidence, this video? 好，繼續睇落去嘅時候咧，當中包括咗馬里蘭州帕圖克林特可，哇！好，呢4個嘅空軍基地緊要啦。咁4個空軍基地咧，其實就想用即係嗰個 Google Earth 話俾你聽，即係差唔多天南地北俾晒你睇咁樣噶啦。咁啊，特別係包括咗內華達州。嗰個測試與訓練標靶場咁，即係 Area 51啦。咁啊，地點咁一次過睇4個地點Naval Air Station， 即係我之前都講解過啦。如果你見到個僆仔攞住把刀嘅時候，你咪睇實佢係會搞乜鬼啊？僆仔嚟嘅喎你一樣咯。依家人類竟然有一啲咁大殺傷力嘅武器嘅時候，你搞乜鬼？可能你仲要喺人哋屋企門口嗰度試爆，哇！即係人哋唔即刻反擊你都算係咁啦，不斷觀察住你先，你班人喺度搞乜鬼 ？OK， 好，一個我哋見到一個喺東岸嘅 ，OK， 東岸空軍基地。好，另一個喺邊處？依個喺西邊嘅，我記得，定係喺中部咧？睇一睇先，唔係好記得，記性唔好啊。誒？都係屬於東邊嘅喎，不過就內陸啦，即係東邊沿海啦，東邊內陸啦。另一個呢個唔係空軍基地啦，另一個就係巴哈馬大西洋海底測試與評估中心。哇！點解有啲咁嘅嘢啊？佢話明俾你聽，佢入去睇有外星殘骸諸如此類，即係話頭先我講咗咧，除咗係有地球外 extraterrestrial， 有啲可能本身係地球內噶嘛，或者深海裏邊噶嘛。咁我係睇睇，呢個我未 search 過，所以都精彩，睇一睇先。喺邊處咧？哦 ，Oh my god！ 原來喺呢度嘅，即係介乎喺古巴啦，同埋佛羅里達之間嘅原來。Oh my god！ 即係有時唔 search 真係唔知啊。咁到第4個，呢個終於喺左手邊啦，因為新墨西哥州啊嘛，左手邊係啊。入好，即係右邊有3個目標，左邊有一個，一個左邊內陸嘅 Area 51，非常之荒蕪。咁而家俾得你睇嘅，其實都係刪除咗好多嘢㗎啦。咁你地下睇唔到嘅就係精彩嘅地方啦。咁你可以睇翻我之前影片啦，有都唔同嘅見證人啦喺美國國會嗰度做證啦。帕里森先生提到有海外分類網站咧，佢講到有一個不明物唔喺美國㗎。但係佢體積嘅異常龐大咧，無法移動啊！佢哋係要係企住嘢圍住佢啊，即係有啲似超人嗰度咧，即係好似超人咁咧。索德將軍咧，佢個飛船咪墜毀嘅，有人類咧就喺上面咧起咗一個保護罩罩住佢啊嘛。咁佢依家所講都一樣嘅，因為太龐大啊，你移動唔到咧，唯有焗住咧喺上面建造咗一個建築物罩住佢。黐線嘅，即係有時現實真係比小説離奇啊，比電影更加好睇。所以啦，呢個外國設施咧，亦都喺佢呢個行程安排當中，亦都係成為佢最終嘅目的地。Oh my god！ 哇，超爆喎，真係！即係我哋呢個年代咧，即係我哋80、90年代睇咗唔同嘅科幻電影，原來今天話俾我聽唔係科幻嚟嘅時候係事實。我哋諗下係幾爆，係咪啊？超爆啊！
咁帕利森先生咧就係可以被獲准啦，即係特朗普批准佢咧去唔同嘅軍事基地監察嗰個啦。帕利森先生就係呢位人士啦。佢係2023年咧入國會嘅，佢本身咧係質疑 UFO 嘅存在嘅，佢質疑呢一種嘅論述嘅。但係咧佢嘅睇法係被改變啦。就係因為呢啲唔同嘅公開聽證會，同埋聽到唔同嘅爆料人所講，其中一個爆料人咧就係 David Grush。咁 David Grush 係邊個咧？就係呢一個啦，係佢咧呢個係美軍喺 Area 51，呢個係佢喺美軍基地啦，冇記錯應該 Area 51裏邊咧係解剖外星人嘅。咁你話以前亞視嗰套解剖外星人睇真啲嗰個咧，嗰套未必係真嘅。OK， 嗰個可能係仿製嘅，但係唔代表嗰個事件係假噶嘛。咁呢個我哋唔係講緊亞視永恆啊，我哋而家真係講緊美國聽證會啊，係一個現役嘅軍方生物學家去講，佢有解剖到呢啲非人類生命體堅抽嘅。咁所以我覺得我都話咯，你由2019到今天，即係接收咗咁多信息，我而家分析俾你聽。然後你如果真係簡單一句係咪㗎，信陰謀論啊咁嗰啲咧，咁我真係冇嘢同你講嘅嚇，轉台啦。好，根據佢嗰個見證咁佢就轉態啦。咁呢個帕利森先生就同呢個軍方科學家頭先講咗啦，格魯什啦叫佢做軍方科學家取得聯繫，亦都幫助呢個醫生咧同眾議院嘅監督委員會取得聯繫嘅嚇。其實講真咧，如果你早至40、50年代嗰啲時候咧，上一個世紀你要爆料咧，有殺身之禍㗎。就算換咗今天去爆料咧，佢哋都有嗰個生命威脅嘅，唔係講笑嘅嚇。咁但係因為因着特朗普團隊等等啦，即係將呢個風向180度嘅改變，因為真係危及國家安全啊嘛。你嗰啲嘅 UAP 喺嗰啲唔同嘅美軍基地嗰度上空盤旋，喺嗰個軍艦上面隔離盤旋挑你機，你真係完全唔理啊，隻眼開隻眼閉啊。咁所以直接真係有呢個需要去理解㗎。又係點知道咧？越挖就越深越挖咧就越闊。原來根本一早係同緊佢哋合作，原來回收咗佢哋好多嘅機體科技㗎嚇。咁所以繼續啦，咁一類嘅爆料人啦，都協助組織一系列嘅公開聽證會啦。咁我之前嘅上一個影片都有講過啦。聽證會上面咧，軍方人員啦，或者前軍方人員啦，或者係一啲嘅前空軍特工等等啦，都描述咧與唔同嘅不明飛行物體咧有 contact 遭遇的情況，其實應該係叫 contact。第3類接觸等等嘅，佢所展示嘅大部分證據都涉及平民同埋軍方拍攝到嘅影片同埋圖像。坦白講，我梗係信。坦白講咧，平民嗰啲好難證實嘅，反而係軍方嗰啲佢願意公開同埋願意係證實嘅時候咧，呢方面先可信咯。其中有啲洩漏之前咧，其實已經被美國大樓列為機密好多年㗎啦。所以點解我話2019咁爆就係因為首次軍方承認啊嘛。70年後首次軍方承認係有呢啲嘅 UAP 喎。咁2025年9月舉行嘅 UAP 聽證會咧，個帕利森先生，即係頭先講嗰個嘅國會議員啦，就公佈咗咧2024年10月30號一段前所未有嘅公開錄影啊！嗰個影像就顯示咧，架美國軍用無人機咧就向一個球體嘅 UAP 發射一個地獄火導彈。但係根據描述咧，呢一個重達100磅嘅 Hellfire 啦，地獄火導彈咧，其實係精確咁係瞄準咗嘅喎。但係似乎咧就從嗰個飛行器上面彈開，好似有一個保護罩咁樣，你射去唔到。然後嗰個飛行器咧就高速咁飛走咗啦。Representative Eric Burlison showing some whistleblower video during a hearing about UFOs. It seems to show a U.S. military drone shooting a missile at an unidentified object just off the coast of Yemen last year. CBS News senior now. 即係明明咧，好似係向你出拳咁樣咧。輕輕一撥，你個拳就去咗呢邊，係一樣咁樣咯，輕描淡寫即係葉問咁樣，讓你半臂咁樣一隻手撥一撥噶嘛，你打佢唔到。咁當然啦，佢話詳細嗰個嘅任務咧，就冇解釋到嘅。咁但係好清楚啦，而家喺國會裏邊聽證會嗰度展示嘅時候咧，即係呢段片嘅可信性係100% 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咧，點解會咁樣彈開咗咧？佢個科技嗰啲咩科技咧，非常之厲害。即係如果用逆向科技可以重建呢一個技術嘅時候咧，咁有可能解釋咗點解嗰班美軍喺委內瑞拉軍事行動嘅時候係完全冇受傷喎。
唯一受槍傷嗰個喺直升機上面啊！即係你地面部隊咧，你20個打幾百個，嗰20個人係完全冇受傷，但係對家係死百計喎。所以最後一個伯利森國會議員咧就認為公眾有權知道呢啲嘅資訊啦，因為真係隱瞞咗太耐，都唔係公眾係全球都需要知道，即係任何政府都冇權隱瞞我哋可能喺宇宙裏邊咧唔再係阿窿噶啦，亦都不是阿窿嘅事實。We are not lonely。OK， 我哋唔寂寞㗎，我哋唔係一人嘅，即係呢個認知係好緊要㗎。即係我哋唔好時都認為我哋係食物鏈最高層啦，其實原來我係最低層嚟嘅，但係又唔代表咧，我哋可以互相殘殺喎。你明我意思啊？即係譬如你愛潑斯坦嗰啲咧，亦都唔單止係愛潑斯坦，可能有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佢哋參與嗰啲嘅撒旦嘅崇拜啊、人祭啊等等，佢哋個邏輯係咩？佢都唔視對家係人。唔試係人啊！唔單止係佢哋嘅，諗清楚我講乜嘢。你可以隨時犧牲他人咧，係延續自己生命嗰一啲咧，其實都係同一個 mindset 嚟嘅。即係當你哋咁樣去犧牲他人嘅時候咧，你難保有一日另一個嘅外星種族佢都咁樣犧牲你嘅喎。你喺佢面前説都係咩啫？牲畜啫嘛，係嘛？當你人係視其他人係牲畜嘅時候，我鬼唔望呢啲人咧，終有一日真係現眼報，佢都被視為牲畜，豈有此理！咁呢個國會議員咧，佢都確定咗咧，嚟緊有更加多潛在嘅舉報人㗎啦。大家都警告，許多人咧仍然係唔願意站出嚟嘅。咁冇辦法，即係佢呢個警告唔係警告嗰班人，警告我哋咧，話俾我哋聽，有好多人都係驚自己嘅生命受威脅啦。簡單嚟講，有啲係驚俾人笑傻仔啦。但係最嚴重係真係生命會受威脅嘅。過去真係有好多人咧係死咗嘅。咁好簡單就係交通意外啊、心臟病啊等等咯。有一啲咧，可能現役嘅方面咧，都係擔心冇一份工嘅。佢真係有嗰種安全許可喺嗰個嘅五角大樓啊、軍事核設施等等工作，佢擔心佢企出嚟嘅時候咧，咦，會唔會受軍方內部嘅壓力咧？唔知道五角大樓會點樣去應對佢哋、對付佢哋，所以咧佢哋就選擇咧唔爆料嘅。好啦，時間關係咧，我今日咧即係你當係提綱挈領啦，咁講出咗咧兩大單新聞啦。咁第一單就係講特朗普咧將會喺半年內咧任何一段時間咧去承認咧係有羅斯威爾事件嘅，亦都有再重申一次咧2019年咧嗰3段影片裏邊咧有啲咩咁緊要嘅資訊。第二單就再講啦。咁我除咗呢一單新聞之外，一個相應嘅就係咧量子力學嗰度冇講到喎。咁量子新聞咧呢個結尾啦。我之前都有講到核裂變同核聚變嘅。核裂變咧就係會污染環境嗰一隻，但核聚變咧其實真係一個外星科技啟發，佢唔代表話你人類唔需要開發。有時佢俾咗條門路你，佢俾咗一啲資訊俾你，好似一堆 Lego 咁，你自己砌咯。有說明書或者半份說明書，睇你解唔解到謎。咁你當你砌到嘅時候咧，你就可能當係人類科技進步咯。其實唔係嘅，其實美軍係不斷係從嗰啲回收機體咧逆向科技咁樣去轉移出唔同嘅科技。咁核聚變係其中一種，係唔會污染環境咯。勁都係咁樣，唔會污染環境。所以你諗下係點樣去改變成個世界？即係其實真係有 free energy。當有 free energy 嘅時候，其實就冇窮人㗎啦。我哋依家有時點解咁凄涼，或者物價點解會咁貴啊？因為好多時候嗰啲嘅運費所有嘢都需要運費㗎。一運費嘅時候咧，就搭上搭㗎啦。你種嘢嘅時候咧，你係要燃料，係咪啊？你嗰啲翻土機啊、收割啊，然後可能之後啦，你將佢包裝啦、運送啦，你全部咧都係要燃料。咁呢個價格咪不斷咁搭上去咯。咁如果你再加上係失收嘅時候，個價格又一路推上去。咁如果你再加壟斷嘅時候，價格一路推上去。但係有 free energy 嘅時候，哇！咁嗰時真係天堂在人間啦。但可唔可以實行下？梗係唔得啦，因為有啲人就想要有專利啊，有啲人就係想要有暴利啊嘛。如果有 free energy 嘅時候，咁佢點樣賺錢啊？係咪啊？所以焗住你咧，時都要逼你換電話啊，逼你係用電啊，逼你係用 fossil fuel 啊、煤啊、石油啊等等，你要花錢嘅。嗰啲仲可能要污染環境嘅。咁但係依家咧，如果有核聚變嘅時候咧，絕對係另一個世界。依家再講到咧，量子世界係咩回事咧？量子力學就即係同 Ant-Man 一樣啦。但我哋而家唔係睇緊 Marvel 嘅電影啊，即係量子力學咧，嚟緊係講佢都會喺系列咁公開，並且咧設立唔同嘅委員會同埋法律，好緊要。點解我最後要講呢樣嘢咧？核子係美國佬首先係帶嚟世界嘅。
咁個 Fat Man 原子彈亦都有 Little Boy 一個講到一個掟落長崎，一個掉落 Hiroshima， 一個係掉落 Nagasaki 嘅，係美國佬首次係改變咗世界啊嘛，亦都終止咗咧日本嘅侵略。嗰個時候咧，亦都係帶出相應嗰個嘅規矩啊、規範啊，即係國際原子能啊、國際機構已經有嗰個軟件係訂立一啲規範，免得其他嘅國家咧係誤用咗核能嘅。係美國佬國際法係去訂立先嘅，紐倫堡係去推出先嘅。咁所以今次一樣啊，如果係量子力學又係另一樣嘅科技改變世界嘅時候咧，佢同樣啦，亦都成立一系列嘅國際法同埋委員會，係美國佬咧係 design 先嘅。你話佢霸權也好，乜都好，佢係一早 design 先，佢一早預示咗呢一個好強大嘅武器。如果唔小心運用嘅時候，就好似把刀仔落入細路仔嘅手上。所以一早預示咗啦，嗰班 forefathers 勁啊！一早預示咗，人哋就係一種創意同埋軟件，你點樣唔可以佩服佢呢？你唔可以一句話，哎呀霸權啊！喂，咁人哋你睇翻委內瑞拉啊，佢真係霸俾你睇啊嘛！咁你睇清楚個現實係咩先至講霸權，睇清晒所有現實先至講係霸權啊！咁而家量子力學都係睇，而家量子力學真係嚇死人嘅喎。咁人哋做科技進步呢，有兩把尺嘅兩個大方向，一就係咧可以將溫度一而再再而三提升，二就係將晶片咧就越出越細嘅。即係溫度提升係咩咧？你最初嘅時候咧咪鑽木取火巴之閉嘅，識得用火嘅時候就嚇走動物啊、嚇走野獸啊等等。慢慢咧你就係用熔爐啦、煉鐵、煉銅、煉鋼啦。咁你嗰啲大熔爐咧成1000度㗎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核子嘅時候咧，咁個溫度係更加誇張啦。咁而家在核聚變嘅時候咧，溫度一再提升，好似做到人造太陽一樣。而晶片你越出越細，電晶體 transistor， 哇！你一改電腦科技啊，之前都有講到㗎啦。你將依家嗰個嘅 CPU 咧，再一個幾何級嘅進化啊，因為用量子力學、半導體技術極級嘅進化，你點樣去改善嗰個太陽能電池咧？犀利啊！即係舉個例，真係可能你只係差一次咧，就用1年都未定啊！即係舉個例係咁樣樣。仲有利用量子隧道效應，我都唔知係乜嚟㗎啦。醫療方面咧，核磁共振啊，咁我哋話磁力共振啦，但係如果加埋量子咧，我就睇得清清楚楚啦。改善你嗰個電子顯微鏡啦，提高高解析度。但我想講嘅就係，如果用咗個軍事咧。所以咪解釋咗點解美國係可以知道伊朗有咁多嘅地下核設施咯。就算你班人、你班牛鬼蛇神匿咗喺下邊嘅時候搞震啊，你想係一次過殲滅以色列，咁但係美國都知道，完全知道啊！我相信已經係用咗量子科技㗎啦。通訊一樣啦，雷射技術啊，原子鐘 GPS 導航核心。你諗下係點樣係大幅改善嗰個飛彈精準性係咪啊？即係你明白，如果係量子嘅時候咧，你將所有嘢係縮細、縮細、縮細再縮細喎。你而家係超越咗電子顯微鏡之下所觀察嘅世界，係超越咗，再縮細一啲，係去到咁細咁 detail 嘅時候，你去定位點會定位唔到咧？係咪啊？譬如可能你話要殲滅嗰個嘅癌細胞咁樣樣，除咗用藥物啦。Ivermectin 之外啦，等等啦，咁可能都有Elysium 嗰個嘅治療床啦 ，MedBed 你瞓上去咧，去用嗰個量子科技去定點觀察邊一個地方有問題，佢唔會殺你啲好細胞，就係啲唔好嘅癌細胞先定點處理佢。你純粹好似喺度曬一個嘅太陽床咁樣樣，發曬一曬，所有癌細胞冇晒，咁樣都唔出奇㗎。不過到時會咁樣應用呢？廣泛咁應用又未必喎。你咁多人都唔死嘅時候，你咪嘥晒好多嘅資源咯。政府咪有好多錢去養老咯，係咪啊？咁極有可能到時都唔會咁容易係開放呢種科技。但係 anyway 啦，唔緊要，咁啊照講落去先。咁仲有量子電腦，頭先講咗啦。咁你用不斷加搭糾纏進行高速運算喎，你而家係用量子喎。你諗下到時嗰個晶片可以去到幾微細？幾方便，有藥物嘅研發一樣啦，將佢改良到最佳化
量子點顯示器技術，咁到時就好方便啦。即係你唔會再係話有嗰時有啲死光咧 LED， 最初嘅時候嗰啲 mon 咧有一兩粒死光咧係正常嘅，即係你唔可以話退貨咁樣㗎。咁但係你依家唔單止係電腦屏幕咁簡單啦，你用咗量子嘅時候嗰種嘅投射，哇異常真實㗎啦，變咗係置身其中嗰種感覺都唔出奇啊！甚至可能係去到你眼嘅視網膜裏面嘅投射影像，你唔需要戴眼鏡啦。到時可能其實你可能見住，舉個例，有個人咧，可能有個學生眼定定望住老師咧，其實喺度打緊機，喺眼入邊喺度打緊機，唔出奇喎。喺視網膜投射咗喺視網膜嗰度，量子感應器重力儀，所以咪話咯，其實美軍一早已經應用緊啦。即係我哋依家所知，我哋用緊嘅互聯網不嬲係美軍所使用嘅，咁相信嗰個啟發亦都係從回收嘅外星科技而嚟嘅，即係互聯網呢個科技咧，佢係60年代尾咧喺美軍已經喺度建立呢個互聯網嘅概念，就係咧，如果一個美軍基地被毀咧，其他基地同步嘅一個網絡，你摧毀唔到佢個網絡嘅，你殺得佢一個，我仲有千千萬萬嘅基地咁嘅意思咯。咁但係你諗下，互聯網幾時推出俾民間使用，即係普及嘅時候，我記得就應該係97前後咁樣啦。嗰時係 28.8K 啊嘛，28.8K modem 咧，有冇搞錯咧？應該係每秒啊嗰時話94年，但係普及嘅時候咧，去到香港都成97，我記得97前後咁上下嘅。然後之後進級啦，一倍啦，就去到 56K 啦，係啦咁上下啦，96、97之間就 56K 啦。咁之後咧，慢慢話升到1 Mbps 咧，哇巴之幣㗎啦！咁你而家1000 Mbps啊，打機都話唔夠快啦 ，download 啲片都話唔夠快啦，係咪啊？個科技咧，即係幾何級咁進步。我想講係咩咧？其實我哋今天所講嘅科技咧，依家話量子力學係需要立法，需要有唔同嘅國際委員會去規範咧。其實美軍一早已經用緊啦。OK。咁點唔會嚇死你呢？係咪？咁時間關係咧，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如果有興趣嘅話呢，可以睇翻我之前嗰啲嘅 channel 啦，或者留言討論嘅。如果要方以上嘅分享呢，請 like、share 同 subscribe。多謝各位，拜拜。